南京我来了，从苏州坐火车过来的，1个多小时啊。南京这个火车站位置特别好，它的正对面就是很大一个湖泊。哇，这么好的美景迎接我呀！这边很多女的啊，这都是算命的。这些大妈们都要给我算命啊，要不要算算我的桃花运呢？第一次来南京，该去什么地方玩呢？我只知道一个总统府啊。到达老门东了，这是南京著名的小吃一条街。刚开始来的时候，我都念成老东门了。进去看看啊，这个老门东里面好美呀，都是这种仿古的建筑。这些巷子里面就是小吃一条街。这儿有个烧饼店，哇，烧饼店跟前排这么多人啊！看什么样的烧饼？这里面有馅吗？萝卜丝的、豆沙的、桂花的，排队人挺多。我看攻略里面这个蒋有记也挺有名的，他们家最好吃的是牛肉锅贴。给我来份牛肉锅贴。这家店是清真的呀。我的锅贴到了，12块钱5个啊！这油好大呀，你看这个油，它这是煎的，牛肉的，牛肉味的。牛肉馅非常多。好烫啊，刚出锅的。这个豆腐王朝很火呀，他们家是专门卖臭豆腐的。我来了份这个榴莲臭豆腐啊，臭上加臭的啊，就是这个啊，榴莲味的臭豆腐。去这里面吃啊，他这还提供一个小房子呢。哦，环境还不错啊，没有桌子啊，放在板凳上吃啊。它这下面是臭豆腐，上面白色的是榴莲啊。还挺好吃的。是的，没，我那种臭，人很少吃也挺咸的。正在排队这家梅花糕，前面排的有20来个人吧，也不知道排到我要多久啊。队伍都排到这边去了。他家卖的最好的是豆沙馅的，8块钱一份。快到我了。哎，上面这小球球是什么呀？元宵。元宵。对。为什么叫梅花糕呀？是因为它长得像梅花吗16元。它是拿这个锅做的啊，这锅是个模具啊，用这个盖上来。排队10分钟买到的，这个样子的，长得像梅花，所以叫梅花糕。趁热吃啊！把上面这个元宵吃了以后，里面全是豆沙呀，好烫呀！豆沙才好吃啊，这个元宵不怎么好吃。这边居然看到有个德云社啊，这个是德云分社吧，都开到南京了。看看里面是什么？哦，现在关门的呢。这里面是晚上7点半开始演出，一共就5个节目。第一个是李鹤桥郑九莲，没有听过呀，没有知名演员来演啊。哦，他这里现场不售票，是网上买的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的夫子庙。哇，这个地方人太多了，现在已经晚上的9点多了，还有这么多人呢，人来人往，人潮汹涌。这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了。这个地方最有名的就是夫子庙，还有前面这个秦淮河。听说秦淮河来了位花魁。这边的夜景是最美的，看看秦淮河的夜景。上面可以坐船的，这一排都是游船，对面是2龙戏珠，那边还有彩灯，这边有一个
江南贡院，贡院就是古代的时候科举考试的地方。这个地方为什么很出名呢？因为这个贡院嘛，都是这个文人，这个游船上呀都是什么花魁之类的。这个他们高中以后就来这边，这个在船上点个花魁嘛，才子佳人，所以很有名啊。然后它的背后就是夫子庙，夫子庙就是古代最高的大学嘛，这里面供奉的是孔子，这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，它的地位就相当于现在的清华北大呀。所以它也被叫做天下文书，就是读书人的最高殿堂。古代的读书人嘛，要10年寒窗苦读，耐得住寂寞。等他们在这个贡院考完试以后啊，就容易放纵一下自己。然后这个秦淮河边又有很多那个歌妓啊，就容易才子佳人发生点故事啊。但是这边的花魁都是卖艺不卖身的啊，能在这边考试的人，那都是很有才的。都是出口成章啊！有时候好多人为了争一个花魁，就开始斗诗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很多有名的诗句就写出来了。而且这些美女啊，往往是这些诗人们诗词创作的灵感源泉。站在二龙戏珠这边往对岸看，这个夜景才叫美啊！哇塞，灯红酒绿，太漂亮了！秦淮河上的游船。听说秦淮河来了一位花魁，这儿有个鸭子店，这么晚了还很多人排队呀。南京人真的很喜欢吃鸭子的，这是盐水鸭。北京爱吃烤鸭，这边爱吃盐水鸭。78一只。可以看一下老卤鸭菜，挂了个招牌。这边又是一个卖鸭子的店，哇，这边人真的很喜欢吃鸭子啊，现场打包，全是打包箱子，直接就运走，直接寄走吗？按只卖桂花鸭85的，现在搞也是排队排这么长。哇塞，2个快递小哥现场发货呀！南京人真的是太爱吃鸭子了。这个是著名的乌衣巷，这个乌衣巷为什么有名？是因为一首诗啊。这首诗是写的：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这就是我现在南京的夫子庙，这个夫子庙就是供奉的孔子，这是以前南京地区最高的学府，相当于现在的北大清华吧，这个地位。现在可以进去参观，门票是30块钱。在夫子庙的对面就是秦淮河，秦淮河也是挺有名的，现在晚上的灯光特别的美，晚上是可以坐船游览秦淮河的。很多的游船可以围着这个秦淮河转一圈的，它是。哇，这船还有喇叭呢。秦淮河的夜景太美了，不知道这边坐船要多少钱啊？我去找一找这个售票处啊。白天80，晚上100。哦，白天和晚上价格不一样的。它这个路线是半池码头、白鹭洲公园、七彩水街、东水关，然后再翻回半池码头啊，全程40分钟，而且有语音讲解。感觉这个游船还是要晚上坐吧，晚上有灯了才好看啊。白天光秃秃的也没啥看头，晚上这灯光打开以后多漂亮呀！哇，这边还有黄包车啊，可以坐着这个车逛一下。师傅，这个多少钱呀？61个人，61个，转一圈吗？这看到一个机器人做冰激凌的地方，就靠里面这个机器人做，没有人的这里面。
价格是12.6块，有很多种口味啊，9.9块的。这机器人还挺搞笑的，这边是拿的杯子，这边是一个夹子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身后这个就是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了，太壮观了。这是第一座由我们国家自主设计和建造的长江大桥。很多朋友说，第一座长江大桥不是武汉那个吗？对了，但是武汉那个呢，它是有苏联的帮助建造好的。这个大桥就是完全我们国家自己设计和建造的，意义非常重大。这个桥也被叫做蒸汽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国际上很多国家就认为我们自己建造不出来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有这口气，要争这口气。终于经过8年时间啊，这个桥建好了。正是有这种不服输的精神，才有了我们现在基建狂魔的称号啊。所以这座桥一建成了，就是我们国家的骄傲，就成了南京市的地标了。看一下这座桥，它是公铁两用的桥，这个上面是走汽车的，下面是走火车的，火车是双向的。咱们现在可以上去参观一下，这里有电梯可以坐上去。我已经买好票了，这个票价是8块钱坐电梯。咱们到桥头堡这个位置看一看，电梯到了。一共是5层，坐电梯出来是桥头堡的位置啊，它离这个桥面比桥面还高了好几米。桥头堡上面是3面红旗，非常经典啊。那边还有2组那个工农兵的雕像。可以看到这个桥上呢是双向4车道的，这边还有应急车道，最边上是走行人的，行人是可以走上来的。在这边拍照都是可以的。上面的公路桥从这里就转弯了，下面的铁路桥从这里直的通过去了。它这个桥的引桥非常长，如果你要走上来的话，你要从很远的那个地方就要开始往上走了。像我是坐电梯上来的啊，从这个桥头堡的位置坐电梯很快就上来了。从这里看一下长江这一侧的大桥啊，可以看到下面的铁路。它这个主桥是1500多米啊，这个净高是24米。哇，有一辆和谐号高铁正好从桥这里经过啊，让我拍到了，速度很快啊，并没有减速。刚才我在桥头堡的那个位置，从那里啊它关闭了，下不到桥面上，所以我又下了桥，从很远的地方骑了个单车上来啊。我想亲自到这个桥上走一走，我要骑着单车骑到对岸去。现在我已经走到江中间了，哇塞，好辽阔啊！这个长江，江面上有很多船只，我们看到大多数的船都在靠着岸边在走啊。看这边，但是这个船比较特殊，它一个船在江中间走啊。我们看一下大桥的栏杆，每隔一段路呢就有一个图案，这个图案是向日葵啊，向着太阳的意思。我现在已经骑到对岸了，横跨长江，确实非常坚固。这个桥，据说当年这座桥建成的时候怎么样验收呢？为了证明它的可靠性，当时许世友啊调集了118辆坦克，然后每隔50米一辆坦克从这边开到那边去，整个大桥上全都是坦克呀。安全的通过了以后，证明这个桥确实是非常的坚固，工程质量非常可靠。在桥头堡的下面有一首诗，这首诗是当时我军攻克南京的时候毛主席写的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：中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，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康。宜将胜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在南京看到孙权墓了，现在已经没有墓地了，光剩下这一个墓碑了。这墓碑还是82年南京政府立的啊。这个位置现在在南京中山的明孝陵啊，这里有一个简介，我们看一下。孙权死了以后，和他夫人葬在中山脚下这个地方，现在叫梅花山啊，就是我正对面这个山，山顶上有一个小亭子。
看到这个亭子了吗？传说这个地方呢，汪精卫也葬在这里啊。孙权距现在已经1800年了，这么长的历史长河中，他的墓早就找不到了。但是这个地方特别神奇啊，这一片山埋的孙权，埋的汪精卫，埋了朱元璋，然后那边还有孙中山啊。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说的：当时朱元璋修自己陵墓时候，他发现这个孙权墓挡在前面了，他的这个神道如果想修成直的，就要把孙权墓移开，要不然的话，朱元璋这个神道就得拐弯。当时朱元璋就说了哈，他说孙权这个人重情重义，是条好汉，就让他给我守陵吧。然后朱元璋的神道就转了个弯，绕开了孙权的墓啊。但是无巧不成书，他这样转了个弯呢，反而形成这个北斗七星的样子了，特别神奇吧？孙权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，曹操都夸他嘛。曹操说：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，意思就是说生儿子一定要生像孙权这样的。在三国中，曹操占据天时，挟天子以立诸侯；刘备占了地利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嘛。孙权这边是占了人和，孙权这边也是人才济济啊，这个人才都不断。像这个太史慈、黄盖、陈普、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，这一代接一代的啊，他就接上了。我们反观刘备那一边，到后期的时候，这人才就断开了。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当先锋。要不是有蜀道难这个地利条件，我估计蜀国早都被灭亡了。南京被称作六朝古都，是哪六朝啊？第一个就是三国时期的孙权、孙吴政权，第二个是东晋，然后后四个呢都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宋齐梁陈，这一共就是6个朝代啊。还有一种说法是十朝古都，那就是再加上4个，第一个是南唐，第二个是明朝的朱元璋，第三个是太平天国，第4个就是民国政府啊，老蒋他们，一共是10朝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的明孝陵，这里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，进去参观一下。现在是清明小长假，游客还是比较多的。今天南京下点小雨，温度也比较冷。这个叫文武方门，从这里进去就是整个主陵区了。它一共是5个门呢，边上还有2个挡住了。最中间这个最大的是走皇帝皇后的棺椁的，边上2个小门是走文武大臣还有皇亲国戚。这个门之前呢是有一个神道的，两边有石像生，那个我单门拍个视频啊，这个视频我们就直接进去参观主陵区。一进来正对面就有一块碑，上面写着治龙唐宋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朱元璋的功绩堪比唐宋啊，就是给他歌功颂德的。这个碑是康熙写的，康熙当年下江南时候来过这里啊，而且是3跪9叩行大礼。看到这里，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疑问啊？清朝推翻了明朝，那么清朝的皇帝为什么要来明朝的皇帝这里3跪9叩啊？其实是为了笼络人心啊。当时这边反清复明的活动比较多嘛，所以康熙来这里祭奠朱元璋，就是做给我们汉人看的。就是说我对你们汉人的皇帝这么尊敬他，你们还有什么理由反抗我呢？前面这个3级台阶上有一个大殿，这个叫享殿，就是供奉皇帝和皇后牌位的地方。皇家举办祭祀活动就在这里啊。这个战乱的时候，上面的房子都毁掉了。再往前走，这个门叫做内红门，这个是阳间和阴间的分界线啊。之前咱们走的这一段路都叫阳间，这个门里面那就属于阴间了，古人是这么认为的。通过这个门，那就真正的进入阴间了，朋友们，看看这个什么感觉？这两边的树木更茂盛一点啊。现在就到了整个陵墓里面最高大、最威严的这个楼了，叫做明楼。明楼的后面就是朱元璋埋葬的地方，是宝鼎。明楼前面的这条路，它其实是一座桥，下面是有排水沟的。这个桥叫升仙桥，就是皇帝去世以后嘛，他就成仙了，驾鹤西去了，这个意思。在这儿我发现一个令人费解的行为，就这一帮排队的人是在这儿等着照相呢，就是和这个明楼照相。
这是花钱的啊！我搞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要和这个明楼照相呢？这是皇帝的陵墓啊，这也不是什么吉利的东西啊！排着队花钱去和一个陵墓照相，哎呀，智商堪忧啊！先不管他们了，先去明楼上面参观一下吧。这个从跟前看，这明楼非常高大呀，要先穿过这个洞。哎呀，这个有点地宫的感觉了。要不是这么多人在这里啊，一个人走这里的话，还有点害怕呢。穿过通道，后面长着很多树的这个地方就叫做宝顶，这里面就是埋葬朱元璋的地方了。看这墙上有几行字啊，此山明太祖之墓。顺着台阶走上来，这个就是明楼了，红墙黄瓦，一看就是皇家规格啊，最高大的一座楼。看看它这个城墙都非常有特点啊！我刚才看了一下，这个砖上面呢，还刻着字呢，应该是当时建造者的名字啊，刻在上面。如果这个砖出了任何问题，就可以追究责任啊。给皇帝修陵墓，这可不能开玩笑啊！中国古代这些皇帝们，从他们一上任开始就给自己修陵墓了。现在去明楼里边看一下是什么样啊？它被改造成一个 VR 馆了。就是通过 VR 3D 眼镜看这个地宫的情况，因为现在朱元璋的陵墓地宫是没有被打开的，他这个墓是没有被盗过的，600年了，保存的非常好。我们走到明楼的城墙边看一下，因为明楼所处的位置是这边地势最高的嘛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一览无余啊，看整个中山的情况。中间是一条笔直的中轴线。四周围全是森林覆盖，这一片的风水很好。这个地方是朱元璋亲自选定的，他生前就来这里看过。最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下整个陵墓里面最核心的宝顶，朱元璋就埋在这一片大山里头啊。这个可不是人工堆起来的土包，这就是一整座完整的山头。这个山头的占地面积非常大。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人知道他的墓的入口在哪里啊，所以一直没有被盗。这还是现代呢，通过这个高科技的手段扫描才发现它的入口啊。我们看那里呢，还有那个台阶可以通到山顶上去。出于对这个历史文物的保护，所以我们还一直没有开挖呢。通过无人机的视角，我们再看一下朱元璋的明孝陵，黄色的那个楼就是明楼。后面的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圈鼓起来的山包，那个就是宝顶。这个位置呢就处在中山的半山腰，常年都是这样云雾缭绕，森林茂密，背靠大山，风水极佳。最后呢有一个疑问呀，我们知道北京有一个13陵，那里埋了13个明朝的皇帝，为什么只有朱元璋一个人埋在了南京，他的这些子孙后代都埋在了北京？这是为什么呢？视频结束了，留个疑问吧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这里是南京的中山风景区。这个地方很神奇啊，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人都埋在这里，比如说孙中山、朱元璋，三国时期的孙权，还有一个人也埋在这里，就是大汉奸汪精卫。这个关梅轩就是他曾经的墓地，咱们走近了仔细了解一下。到山顶了，在山脚下看到的亭子就是那个叫博爱阁，在它旁边有一个叫关梅轩，就是这个啊。这里有一个介绍，此处原为汪精卫的墓地。1946年1月份，汪精卫的墓地被炸毁后，建造了这个关梅轩。过去看一看。当时南京沦陷以后，蒋介石他们是跑到重庆去了嘛，汪精卫就留下来做了汉奸了，为日本人服务。汪精卫是怎么死的？听说是他身上有一个子弹，一直取不出来，然后他就去日本做手术了。一个是比较保守的疗法，风险比较低，子弹取出来以后，但是可能留下残疾。还有一种方法就风险比较大了，做手术的过程中呢，可能会失血过多呀，对生命有危险。当时这两种方法，医生让他选嘛，他选了比较危险的这个方法，果然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他就死了。日本人用军舰把他尸体运回南京，
根据他生前的遗愿，就把他埋在孙中山陵的旁边了。意思是他死了也要做孙中山的学生。他老婆陈璧君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放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魂归来兮，就是说他的魂啊从日本回的南京了，就是为他招魂的意思啊。后来抗战胜利以后，日本人撤走了，蒋介石他们要回到南京，蒋介石呢就提前派人把这些汉奸的墓啊全部都炸毁，把他们尸体啊都拿去火化了。清理掉这些汉奸以后，蒋介石才重新回到南京。站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南京的市区啊，高楼大厦林立的。从这里看一下这个中山的气象，看这个山顶云雾缭绕啊，都看不到山顶在哪里。这边是朱元璋埋的地方，这边是孙中山的地方。他们俩中间这里啊，居然还有索道呢，能看清吗？哎呀，这真是一片风水宝地呀！据说戴笠的墓也埋在这里啊，也是后来时候被人炸开了，现在也是找不到在哪里了。我现在在南京，这是南京的中山陵啊。今天下点雨，游客很多，去参观一下。中山陵埋葬的就是孙中山先生，离他不远的地方就是朱元璋的陵墓，叫明孝陵啊。这是个风水宝地。这个就是山门，从这里开始就正式进入陵园了。这里有一个牌坊，牌坊上写的博爱2个字啊，这是孙中山一生的理念。从这里开始有392级台阶，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人口啊。顺着这个台阶，正中间这条就叫做墓道了。在古代呢，这叫神道。我们看古代皇帝那个神道两边都是有石像生的，10人10马给他们守灵。但是孙中山先生这个两边是没有10人10马的。10人10马是封建帝王才用的东西啊。孙中山作为推翻这个2000年帝制的伟大人物，当然不能用10人10马了，所以我们就用青山翠柏。从山门进来以后，又是一道门，这个门上面写着天下为公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时候，全天下都是皇帝一个人的，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那么孙中山推翻这个封建皇权以后，他提出天下为公这个理念，就是天下都是大家的，从封建走向共和，就是有什么事大家开会商议，共同做决定。再进来以后是一个碑亭，里面有块碑，上面写着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。我们走近看一下这个碑上面的字啊，本来孙中山先生去世应该是国葬，但是他写了这个字以后就变成党葬了。这边有一个争议点，就是到底是该用党葬还是该用国葬，因为它这个规格是不一样的啊。我们绕过这个碑，接着往后看一下。哇塞，到了这里以后，视线豁然开朗，能看到全景啊。这个整体的感觉就给人很肃穆、很庄重的这种感觉啊。青山埋忠骨，两旁都是青松翠柏，果然是一片风水宝地啊。我们知道啊，孙中山先生他既不是生在南京，也不是死在南京，为什么要埋在南京呢？这是根据他生前的遗愿的，因为南京是他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，他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。孙中山是1925年去世的，当时他59岁啊，还不到60岁啊。他是在北京去世的，去世了以后，这个中山陵还没有开始建，他的尸体呢就临时停放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。这个中山陵是1926年才开始动工修建的，1932年才修好啊，这时候已经过去7年了。当时列宁去世的时候用的是水晶棺材，所以这边的人呢也想给孙中山先生用水晶棺材，就从俄国定制了一口啊。但是往回运输的时候，路途这么远，在路上就给损坏了，加上这个定做的时间也很长，这个中山陵也没有建好呢，所以孙先生的遗体一直放在北京西山的碧云寺，而且这个时间长了吧，就不好保存了，可能就腐烂了，有这个迹象，所以后来就装了一个铜棺材啊，不是水晶棺材，就埋在这个房子的地宫里面，地下5米的地方，但是现在地宫没有开放。
在这个房子的右手边有一片空地，据说是蒋介石留给自己的地方，就是他也想埋在孙中山先生的旁边，但是现在看来啊，这个不可能实现了。陵墓的前面有3个槐树啊，这槐树造型这样子的，这叫龙爪槐啊，像龙的爪子一样张牙舞爪。这个槐树应该是嫁接的啊，这个地方是嫁接的痕迹啊。看一下爬上来的路啊，全是台阶啊，从这上面往下看看不到台阶，这设计的很神奇啊。中间这个中轴线，这是神道，远处就是南京市区了。今天下点小雨，烟雨朦胧啊，看不太清楚。这个山里面郁郁葱葱啊，这是风水宝地。设计这个陵墓的人也是一段传奇，他叫做吕延直啊。当时孙中山在北京去世的嘛，按照他的遗愿要把他埋到南京，但是这边还没有动工呢。然后就开始向社会上征集这个陵墓的设计方案，这个吕延直的方案就排名第1，得了第1名啊。当时就决定按他的设计方案建造这个陵墓。当时他是32岁嘛，在建造的过程中，他也是呕心沥血，好几次来到这个现场啊，所以他就积劳成疾，35岁啊就去世了。所以很多人就说，这个吕延直仿佛就专门为孙中山而来的啊。他的早年呢，去国外学这个建筑设计，等到给孙中山设计好这个，他的一生使命就完成了，然后他也去世了，也是很神奇的一个事啊。他还有个未婚妻呢，他临去世之前给他未婚妻写信啊，他说你不要等我了，你可能等不到我了。然后他未婚妻呢就一直等他，他去世以后就削发为尼，当尼姑去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身后是南京的鸡鸣寺啊，这个是南京最古老的寺庙，进去看一看。康熙皇帝也来过这里啊，走。一检票进来就是山门了，上面写着古鸡鸣寺，这是康熙皇帝题的呀。进来以后，那边就是天王殿了，里面是哼哈二将。这个鸡鸣寺是西晋时期就建立了。距今已经1700多年了。西晋是什么时候啊？就是三国结束以后，就是西晋了。魏晋时期，这个寺庙在中国很盛行啊，当时建了很多的寺庙啊。南朝484嘛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这个是排名第1的。在佛教最鼎盛的南朝时期，有个皇帝梁武帝啊，他来这边出家了3次啊。因为当时要重新修缮嘛，需要筹集资金。因为皇帝亲自来这边坐镇嘛，所以这里的香火很旺，资金很快就筹齐了。这个鸡鸣寺是依地势逐级升高啊，最后面就是宝塔。来上香的游客非常多啊，上到底儿就是大雄宝殿了。在门口给了3支香，可以在这边上香啊。这边是钟楼。这边是鼓楼，在那边还可以撞钟祈福。这边也有一个祈福卡，把你的祝愿写在这个卡上，挂到这个房檐下。一般都是写个祝愿身体健康啊，事业顺利啊。这个是财神殿，财神殿的人气永远是最旺的啊。财神殿的对面是大悲殿。里面供奉的是观世音菩萨，后面就是药师佛塔，这个就是药师佛塔，它一共是7层8面，总高是44.8米，里面供奉的药师佛，90年刚建好啊，可以围着这个塔转一圈，祈福消灾的。我们和这个佛塔合影的时候啊，不要拍成这样子的啊。这样子就被它压在下面了，要把人物拍在它旁边啊，这样并列的就好了。鸡鸣寺的后门就连着南京的城墙了，现在到城墙上转一下，在这里可以看到玄武湖的景色。玄武湖对面就是南京火车站啊。中午在寺庙里吃碗素面，这个素面的料好足啊，还有2个鸡蛋，一个烧麦，再来一杯豆浆啊。这边是小菜。
挺不错啊。我刚才吃了一下，这个虾不是真的虾，是用别的东西替代的，但是看着像是虾一样。这个鸡蛋也不是鸡蛋啊，咬开以后发现这里面是豆腐啊，是做成鸡蛋的样子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身后就是南京最著名的景点总统府。当时蒋介石就是在这边办公的，带大家进去看看蒋介石的办公室吧，看看里面什么样啊，走。这个就到了总统府最后一栋建筑了，叫紫操楼，也是主体建筑。平时总统就在里面办公的，蒋介石的办公楼就在2楼啊。它一共是4层，但是现在上面都没有开放呢，只开放了1层和2层。一进来是个大镜子，1楼都是各个办公人员办公的地方，有这个文书局之类的啊。1楼就没什么看头，直接去2楼看蒋介石的办公室。2楼到了，前面这几间都是秘书长的办公室。蒋介石在最里面的那个房间啊。先看一下副总统的办公室吧，当时副总统是李宗仁，就是这个。他这是个套间，这边是一间，左边一间，右边还有一间。办公室里面这是布置的沙发、书桌、吊扇。看一下他这边的套间啊，这是一个会客厅吧，那边是卫生间。李宗仁办公室的对面就是蒋介石的办公室，就是这里啊。蒋介石这屋的办公桌是斜着放的啊，里面有2个座椅、大吊扇，还有2个水晶灯。这边是他的卦象。当时陈毅坐在蒋介石那个办公桌那里啊，给毛主席打电话，他说我们打下南京了，给毛主席报喜啊。他也是个套间的，左边还有一间，右边还有一间。往那儿看一下啊，这是套间里边，这边相当于会客室了，那边的套间就是卫生间，还有一张小床，就可以休息一下。这里是人最多的啊，游客都把这里堵得水泄不通了。我们看他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啊，就是他这个桌子是斜着放的，不是正着放，有这么几个原因啊。如果他正着放，放在窗户底下，那他就要面对着窗户，背对着门，这样的话谁进来以后他是不知道的。如果他是背靠着窗户，面对着这个门口，那么他那个玻璃外面的人就能看到这里面的情况，容易暗杀他。所以他就把桌子这样斜着放，他坐在这个拐角里，这样放一举两得嘛，谁进来他都看得到，而且门外的人观察不到他在里面什么情况啊。而且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，就是他可以通过这个门正好看到副总统李宗仁的办公室。他和李宗仁不和嘛，所以他就时刻监视着李宗仁啊。这间就是他的办公室，在老蒋斜对面就是一个电梯啊，奥迪斯电梯。在当年那个年代，人家就用上电梯了。这边的窗户很有特点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我小时候见过这种推拉窗户啊，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吧。这外面就是一个花园。我们看这栋房子，里面1层就是车库，可以放7辆车，小汽车啊。他们用车的时候，直接走到那边就开走了。这个地方是一个防空洞，一会儿下去带大家看一下。离这个办公大楼10几米的地方就有一个防空洞啊。当时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南京嘛，飞机一来，他们就要躲到这个防空洞里面去。看一看啊，它这个全都是用钢筋水泥浇筑而成的，这个房顶厚达数米啊，可以防止那个重磅炸弹袭击。一共是一个出口一个入口，里面通风水电都有的，
可以在里面躲很长时间啊。这个防空洞建的比较隐蔽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这就是南京著名的总统府。从小学历史课本上我就看过这个地方。1949年4月23号，我们解放南京，占领这个地方啊。当时毛主席很激动，就写了那首著名的诗《百万雄师过大江》。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走进历史了。历史上不光是老蒋在这里办公，还有这个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也在这里。在清朝的时候，他还是两江总督署，还是这个江宁织造署。江宁织造署就是曹雪芹的爷爷啊，在这里办公。康熙6下江南，有5次都是住在这里的。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，太平天国也在这个地方啊。当时洪秀全他们打下南京以后，洪秀全就在这个地方当他的皇宫了，躲在里面10年都不出来呀。这么多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地方，它也是南京城最重要的标志。进去看一看吧。已经进来了。这个里面特别的大，先说一下它这里面是怎么划分的。最中间中轴线，这条线上很多建筑，是那个孙中山还有蒋介石他们办公的地方。这边西花园呢是孙中山先生休息的地方，起居室啊。这边的景色也比较好。东边有个东花园，里面有太平天国的那个历史遗迹。先从最中间的中轴线上开始看起。这个大厅就是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地方，就职典礼就在这里举行。这个墙上有很多壁画，讲述的都是当年的那段历史。上面有天下为公的牌匾啊，墙上挂的是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的这幅画，这是当时的指挥员粟裕、刘伯承、邓小平、陈毅。当时毛主席非常高兴，还专门写了首诗啊。写的中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，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康。这里有一个图像啊，这是历史课本上那个，就是这幅啊，占领南京总统府的这个图像。前面这个是总统会客厅，米黄色的房子。会见完客人以后，就会在这个台阶上照相。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，人比较多啊，现在。哦，现在里面有蜡像的，蒋介石、宋美龄，他还会见了什么米歇尔，国内外各种政要吧，都在这个会客厅里面接见啊。这个现在的布置还保留了当时的原貌。这里面的走廊都很漂亮的，红色的柱子，米黄色的小房子，拱形的这个柱子，拍照很不错啊。总统府的最后面就是一个后花园，后花园还挺大的，比故宫紫禁城那个还大，里面环境也挺漂亮的。总统办公累了以后，就可以在花园里走一走啊，放松身心。这个院子就是孙中山的起居室。这在清朝的时候是两江总督的高级官员住的地方，后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住在这个院子里。他当时住在2楼啊，2楼有主卧、次卧，1楼是客厅、餐厅。这个房间里面是警卫室，门口有2个鱼缸，这鱼缸上面雕的是八仙过海。从外面看，这个总统起居室是一个江南园林的小院子啊。这门口有小湖泊，有假山，亭台水榭，环境很好。这西园里面就是环境比较好，还有很多鲜花盛开啊。总统府西园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石画坊了，盖得像一个船一样。这是当时乾隆下江南时候，这边的尹继善为了巴结乾隆皇帝啊盖的这个。所以也叫做马屁坊。不过乾隆确实喜欢这个石画坊，他回北京了以后，在颐和园也仿制了一个啊，现在去颐和园也可以看得到。总统府这个地方在清朝的时候，它是两江总督署，它还是江宁织造府的地方原址。当时曹雪芹的爷爷就是江宁织造府的老大呀，曹雪芹就生在这个地方啊，他年轻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。
康熙6下江南，有4次都是住在这个地方。后来乾隆下江南也来过这里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这是南京的明故宫遗址啊。这里以前是明朝朱元璋建的皇宫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时代久远，已经毁坏了，现在就剩下遗址了。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后来在北京又建了个北京的故宫。北京故宫的很多设计都参考了南京故宫，而且南京故宫的占地面积更大一点。很可惜的就是南京故宫在战乱中已经毁坏了。咱们去这个遗址里看一看吧。这个地方是奉天门遗址，这个地方以前是奉天殿啊，现在宫殿已经毁掉了嘛，只剩下地上的石墩子了。奉天门就是皇帝接见大臣的地方，以前有个词叫御门听政，就在这个地方呀。这个石壁的后面就是以前的午门啊。北京故宫有午门，这里也有午门。现在遗址公园这里很多绣球花，白色的花非常好看，很多人在拍照啊。遗址的残根断壁，这个是以前明故宫的云龙鸟兽石壁，有7块这个石壁组成的，上面雕刻的是龙凤云、龙凤祥云、林中仙鹿，还有鱼跃龙门啊。连同基座一共是2米高，之前它被英国人抢走了，后来在别的地方发现了，又把它移到这里了。这是明故宫的午门，就剩下这么一小段了。这午门的门洞特别深啊，又高又深，这个工程很难攻破的吧？地上的车辙印，可以想象以前这个地方车马很频繁的啊，压出2道印来。到午门上去看一看吧，从这里就可以爬上去，免费的，不要钱。这城墙上面好宽阔呀，也有很多石墩子。这以前是有宫殿的，现在也没有了。看一下城内啊，跟北京故宫一样，也是有一个金水河，上面有桥叫金水桥，中间是中轴线啊，对称分布的。这里边确实是很大呀，现在已经改成市民公园了，是免费的。朱元璋称帝的时候建都南京，后来为什么明朝又迁都北京了？是因为朱元璋去世了以后，他把皇位传给了他孙子，因为他大儿子朱标已经去世了嘛，他就传给他的长子长孙朱允文了。朱元璋还有很多的儿子，这些儿子被封到各地当王爷了。他孙子朱允文当了皇帝以后就要削藩，因为各地这些王爷们手中权力很大，而且也指挥不动他们啊。那么朱允文就想削藩，最后就引的这个燕王朱棣就造反了。造反成功以后，朱棣就当了皇帝了，然后他就迁都北京，在北京重新修了个故宫，就是现在北京的故宫。他当皇帝以后，朱允文下落不明，很多人就说是他坐船出海了，逃到那个东南亚呀、那个南亚那一带去了。所以朱棣呢就派郑和下西洋去找这个朱允文啊，因为斩草要除根嘛。最后也没有找到啊，这个朱允文的下落成了一个谜团了，没有人能解开。这个遗址公园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往后就是南京的中山，朱元璋的陵墓就埋在中山里啊。600年过去了，他的陵墓保存的还好好的，但是他这个宫殿却毁坏的这么彻底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现在也是一个谜团。